大家好，我是云飞。前段时间给大家比较详细的分享了华米的 Active 2，期间就有人说 Head is Balance， 咱此前也做过，反馈也还是蛮不错的。那么你猜怎么着？这不2代它就来了嘛，也带着蛮多不错的升级，我也是佩戴了一段时间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还是来展开来讲一讲这款手表。为了照顾到没有使用过华米的用户，我还是会比较详细的介绍它，而且里面也依然会有一些新的升级。那么我们点燃收藏，这就开始，让我们先回到开箱，一起来沉浸式看看有啥不一样的。华米它的这个更新速度是真的挺快的啊，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包装是感觉是换了风格啊，那 Balance 啊，然后整个这个感觉也是换了。包装之前是那种方盒子的包装，现在是这种长盒子了，而且不是大家说的那个什么外国包装了啊，它现在都是中文的，悦我，然后这里 ZipOS Balance 2。挺好啊，我也是提前拿到了，然后给大家测一测，但我肯定是不会首发的，要过一段时间再给大家详细的体验一下，然后再来谈一谈我的一些看法。好，哎呦，感觉 Balance 它也是，它有点变大变硬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按钮它是做了触点，然后这上面表冠也是有触点，感觉设计风格是换了一些。它这个胶做的不是很好嘛，你看这还留了一点点，然后它整体，你看侧面这一圈的这个刻度，它是有带颜色的。先开一下机，然后看一下它的配件，在 Active 2上它是有那个2个表带，不知道在 Balance 上它有没有2个表带啊？这是 Type C 的充电器，哎呦。果真没错啊，2个表带，然后整体的这个风格是更简约了啊，它就这些东西。然后材质的话是同一个材质啊，都是硅胶的。那我肯定是更喜欢这种运动一点的风格的，所以我就带这个吧。然后整个表盘的这个面积也挺大的，这个上这个表带就很容易上啊，就是这种非常熟悉的这种快拆式的表带。然后扫码连接，允许。那 Amazon Fit Balance 2，然后看一下设备设置，语言现在是英文，我们切换到简体中文。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感觉就还是华米这种 Balance 表的这种感觉，就是第一次连接的时候，它老会弹一些你未来的日程，就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可以改一改。前面讲过的，我这里就不重复了。首先，在它的外观上，这次官方的定位是专业运动和训练手表，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深蓝色的刻度加偏硬的造型其实有点商务，你瞧瞧是不是有点这个感觉？然后在外观上，我个人主观感觉是没有1代好看，或者说感觉它不一样。我更喜欢1代的感觉，它的刻度从原先的这个透明换成了深蓝，然后表冠它是加了一些凸起的小点，会更适合盲操。这次也有对称的双扬声器，所以这两边的这个小耳朵是更大了一点，整体的感觉是更硬朗。屏幕也是上蓝宝石，补上了上一代的短板，底部传感器升级到了 2.5DP 的 PPG 新绿模组。和 TR-ES3 它是同款啊，手表的储存空间也是来到了32GB， 这次的升级还是蛮不错的。然后在外观方面，你觉得它怎么样？来一起打个分呗。我们也补上一些实拍的视频，你瞧瞧这个感觉，是你的菜不？我就不过多的介绍了，其他的升级我会结合在详细的介绍里面，我们穿插着补充。像一些比较基础的功能，我就简单过一下，大家看中的我再详细的来聊一聊。那么我们这就开始它的全部功能的展现。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它的全部功能。哎，你看现在它是一个晚上的状态，哎，它这里有没有看到它是红色的啊？这就是我最近才看到的它的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它有这个红光模式了，就是这里，而且我设置了它的这个自动开启，夜间提示开关，在设置里面是可以直接设置它自动开关。我这里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那还是把这个给关掉。然后这个表盘的话是一个第三方的表盘，所以它整体会卡卡的。那我换成正常的官方的表盘来给大家演示全球实际。
下拉还是它的一个全部功能。这一块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这就不过多的说啊，都非常的直观。然后上拉的话就是一个信息，左边就是它的一个相当于负一屏一样的东西啊，这边就是它一些卡片，就比如说这是身心准备程度，这是步数，这是这个天气，那心率，然后运动，那它都是可以循环的啊。那点击它就是直接进入运动，我这边设置的就是这个，然后点击下面的就是进入我们所有的这个运动，然后它同时也是一个返回。然后我们双击的话，它是有一个新的功能啊，就是一个放大镜，这边长按就可以呼出它这个离线的语音助手。那我们点击进入所有的程序，一个一个来过一遍啊。运动界面，这次它的这个运动是多了一些东西啊，就比如说多了自由潜水和这个休闲的水肺潜水，然后也有这个滑雪场的一个分布图之类的，然后还多了这个高尔夫啊。这个高尔夫我这边是演示不了啊，没办法。然后它整体运动的话，它是有170多种吧，应该是，就非常非常的多啊。然后在运动里面也可以直接导航，这个我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们直接在运动里面选择户外徒步，然后我是事先导入了我的一个路线，我们直接使用路线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这个导航了。这种路线对于户外徒步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在有的地方它可能没有信号，然后手机一直导航着也会没电，对不对？所以它这个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如果是一块专业的运动表来说。然后它不仅可以看到前人的一个轨迹，还可以指导我们后面应该怎么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个咱们的这个华米也结束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需要我们这样，然后点它一下，它这里是可以移动和缩放。然后它是有这个地图的 ，OK。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结束掉。它正在保存，也是5.4公里，然后2个小时。5.4公里。那心率。平均速度2.67公里每小时，运动用时2小时1。然后下面一个是 Zip 的一个教练，这个 Zip 教练需要在这个手机里面开启啊。运动，我们可以看到，然后这里，那它就是 Zip 的教练都是免费的啊，比如说跑步计划，那这些东西，在里面我们只需要输入自己的信息，那它就会给我们制定一个这个东西。那开始的话，确定。那完成设置，然后它就会给我们一个计划，然后在手表上面，那它就有今日的一个计划，这个就是适合大家，有这个训练要求、训练需求的人去搞这个，还是很丰富的。然后往下就是它的运动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记录在里面。但说实话，这都不是我自己记录的，里面旁边有个 AI 的，都是这个 AI 自动记的，就是那个运动识别嘛，可以看一下，它把我这个通勤都给记进去了，这个是我自己记的，这是一个徒步的路线，这也是上面那个运动的时候给大家看过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有哪些内容，距离，然后配速，然后时间，然后心率累计上升、累计下降，然后消耗、爬坡，那心率、海拔都是非常不错的啊。那我们看这个运动状态也都挺好啊，运动状态也看过了，然后地貌图我们插入一下。好，这是我们的地貌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然后地貌图里面这个是直接可以缩放地图的，按下就是上下。也可以左右，然后它这边这个下载地貌图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
它就会把这一块的都给下来。雪场图其实我这里不是很需要，但是这里我们可以全部把它下载下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网速是300多 K， 然后这边显示它的这个速度要2分钟。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啊，就是我们在导入路线的时候，它是可以把我们本地的这个地貌图给，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搞一个路线，就比如说这个，我们把它导出轨迹，然后这里选择分享到这个 zip 仅一次，然后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保存，发送至设备，发送到这个，然后它就会直接弹出来当前路线区域的地图可以下载，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下载，非常非常的方便啊。高尔夫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要在移动应用里面下载这个球场，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它这里有一个高尔夫，你看它这里就可以什么查找球场，当前位置半径5公里，那没有球场，然后15公里呢，我瞧还真有一个球场，我看一下在哪啊，在恐龙园旁边有个高尔夫球场，然后发送到我的手表，我们把这个信息发过去，然后它现在下载成功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球场是怎么用啊，这个当然也只能带大家看一下，我是不太可能去给大家打的。比如说我们佩戴在左手，球场位置积分位置够，积分卡发球台，哎呦，没见过这个界面啊，看不懂，真的一点都看不懂。好，这个就留给副哥去玩啊。天气还是 low 一点吧，你看有这些东西，然后身心准备程度，那下一页完成，目前是很好的啊。OK， 心率和血氧这个也不用看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就心率和血氧它都可以设置全天监测，然后也可以设置这个高心率、低心率这个血氧的一个播报，然后今日运动。今日活动走了8000步，然后燃脂这些，然后一键测量，那它是可以测多种的数据啊，我们直接佩戴在这儿。好，现在戴好了吗？它是要花60秒的时间。好，它有这个心率、心脏压力、血氧，然后呼吸频率这几项啊，然后 PAI 压力也都可以设置全天的一个监测。然后睡眠，它睡眠这里面它现在还有一个心率在这里面啊，还挺好的啊，很直观。那零星小睡也可以检测得到。然后电话这个是可以直接和手机连通的啊，需要在这个 APP 里面开启这个功能。那我们再打，那这个时候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就是它在发声。中国移动。一起去中国移动 APP， 然后再往下就是网易云音乐，然后它可以联网，连到自己的网，然后扫码就可以直接播放，然后也可以直接下载，然后可以看到我的歌单，比如说我创建的歌单，然后它不是有这个双扬声器嘛，然后我们也可以来听一下这个感觉，就比如说这个归期，现在下载，好，它是直接下载啊。然后我就直接用手机的这个收音来给大家听这个感觉啊，挺好的。它不是直接在这上面播放，而是直接下载，挺好的。然后我们可以来听一下，然后它也是可以后台的。然后这个下载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啊。那100多 K，100多 K 的速度，如果要下载的话，它这个是还是要一点时间的。好了，这我就不下了啊。我们继续下一个，这个会员卡就直接略过，可以自己弄一些东西上去。然后微信、支付宝这个就是扫码用的啊。然后音乐，本地音乐，我们看一下我的歌单，这跑步音乐，这个是需要自己导入的啊。然后闹钟，
这个就很直观啊。然后日历点击进去，那你看这里有一个放假，有一个红米显示器，这个是同步的手机的一个啊。那卡包这个就是它 NFC 卡片嘛，可以自己去添加。然后设置我们着重讲一下。那表盘和时间，表盘的话这个就很直观。然后时间制式它可以调24、12，还有跟随手机。然后日期制式也可以这样子，也可以这样子，看大家的习惯。然后 GPS 时间校准，这个是在户外用的啊。然后无线局域网就是直接连接网络嘛。蓝牙耳机运动外设，然后也可以开这个什么断联提醒什么的，这点挺好。然后显示和亮度，它亮度是能够到达2000尼特的，就是说在外面在白天的情况下也没有问题啊。然后亮屏时长5秒、8秒这些30秒，然后息屏显示，华米的息屏这一点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台湾亮屏标准定时，然后点击亮屏，然后双击，然后夜间显示，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宏观模式嘛。然后屏幕的色彩风格，艳丽还是鲜艳还是自然，然后主题的风格是这种默认还是这种，华米这个都是老东西了啊，就是有好几年了都是这样的。然后再就是声音和震动，它音量大家刚才听过了啊，然后铃声提醒，然后截屏、副屏静音、震动提醒，然后表冠震动，然后震动强度标准，现在是个标准，然后增强大家感受一下，还是震感还是很强的啊。然后运动识别。这个我建议大家调低一点，不然它的这个运动识别真的很灵敏，而且它会记录好多运动，这个刚才给大家讲过了。然后暂停键设置单击长按，然后 GPS 是精准智能省电，这个大家看自己。运动中息屏显示这个开了，什么语音播报也都是开了。这个语音播报开了的话，在结束之后它会告诉我们运动了多少，运动多少那个。然后消息通知设置真的很全面啊。然后使用偏好勿扰模式也可以定时智能，然后睡眠模式，那离忘锁定也都可以开。长按上键目前的话是离线语音，然后什么列表视图离线语音控制，这个也很细节，然后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开始户外徒步。然后离线语音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啊，你看，比如说系统控制，那打开应用，运动控制，闹钟倒计时，C 卡片切换，网易云也可以打开网易云，暂停下一序，上一序，哇，真的挺好的。但是这些命令词都是要准确的啊，就你不能读错，或者说不能说命令错。那也可以简体中文，也可以英语这些，这个真的很好。然后手表语言这个就不用看了，然后佩戴方向，然后手套模式就是它，我看了一下产品页，它应该是2毫米的，反正应该是2毫米内的手套吧，它是可以直接用的。然后晨间播报，就是它早上它会给一天的这个晚上监测的那个信息给你啊。然后权限管理，你看又是跟手机一样啊。然后电池管理，54已经充了3天，差不多就是1周嘛。然后地貌图资源我们可以看一下，技术地貌图、等高线这些。然后地貌图的风格，雪场图、等高线，然后辅助工具这里就是多了一个放大啊，就比如说在页面里面，刚才给大家看过了，就是在页面里面双击这个下面的这个键就可以放大，我感觉如果看电子书会很有用啊。然后开关标签，然
在下面就是系统，这些都是基本上不会用的东西啊。OK， 这就是设置里面的全部功能，还是蛮多细节的啊。然后太阳和月亮就是一个升起降落的时间，然后心率推送就是它会蓝牙广播嘛，那它就是一个蓝牙广播。那指南针，依然可以测量角度。气压计、高度计，生理周期、温度计，就是一个手的一个温度啊。秒表，哎呦，它有那个声音哎，挺好。然后倒计时，它还可以同时开好几个，可以，很不错啊。然后查到手机，这个时候它就是在震动，然后也可以直接让它发声，这个也都是很好的。然后代办事项，这个要在 APP 里面添加，然后语音备忘录1234，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1234，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真的很好啊，而且声音又大，可以，很不错。然后我们可以再来试一下它能不能后台，我感觉应该，对，也不行，不能后台，看一下能不能遮盖住啊，遮盖熄屏看一下，它是可以熄屏的，这点可以。然后番茄钟就专注嘛，世界时钟这个就跳过。呼吸，那它这个呼吸也是同样，现在有好多个，有一个放松，有一个入眠，有一个专注。然后心率易变性，看一下它现在有没有了啊？有，是37毫秒，也还可以。就是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心率易变性啊，这个就看大家自己，反正就是平衡的就行。然后时差管家这里也多了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它就是偏商务嘛，不对吧？它要在 Zip App 里面添加行程，然后沉思，又是一个英文的，这个我就想不通了，它为什么就不能开个中文呢？好，这就是它全部的功能，手表全部的功能啊。当然，我们依然是可以下载一些功能，就还是啰嗦一嘴啊，就是在 APP 里面。我们是可以在应用商城里面下载很多应用的，就比如说血压，这个是官方的啊，直接安装，然后它这里就会把这个血压更新出来，然后大家就可以直接去用，但它是需要进行一个校准啊，然后要去 APP 里面校准，然后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就会出来，那它需要血压计，就是需要去校准的，然后直接去有血压计的地方校准一下。之后就可以在手机上面测量血压了，就是做一个参考啊。我们可以直接测试一下手表和血压计的它会差多少，现在是已经校准好的状态。然后这个结果大家可以对比一下，都是在同一时间内先后测试的。那么它们的误差，首先这个收缩压误差是6毫米汞柱，然后舒张压的一个误差是在4毫米汞柱。大家这个你们觉得怎么样呢？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血压是第一个，这个是什么？AI， 我操 ，AI 生图啊，我操。那第4个这是什么呢？看不太懂啊。反正应用有很多，然后英文的、中文的它都有，然后游戏也有很多。这个大家就自己去拓展，自己去发掘啊。279个，挺好啊。然后表盘也非常不错。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它的这个表盘。它这个表盘目前我感觉来说。是有非常多很不错的表盘，而且它的息屏表盘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比如说随便来一个这样子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息屏表盘，是不是这个效果是非常好，而且亮度是很高的。然后它里面的表盘也都非常不错，我们随便点一个，可以看到它这个效果是比之前的华米是好了很多的啊。表盘这方面肯定不需要担心，而且它也有很多第三方的表盘，就是一些民间大神移植的啊。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我这里就简单演示1、2个啊。那就比如说这个动态的，你看这个龙。然后就比如说
这个什么飞鸿运动都非常好看，那都非常好看，然后上手的效果也都很好，所以在表盘这一块是不需要操心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手的效果，这是它的表盘，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息屏，是不是非常的棒？这就是它全部的功能，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了解它。看了以上的详细介绍，你应该可以比较了解这款手表了，有什么功能可以干什么。那么我们下面来讲讲实际的使用。在我这段时间的体验里面，手表的大小是没啥感觉的，就成年男生佩戴了就还是很适合的，这点很好。它多了一个红光模式，我个人是很喜欢，它在夜间确实会带来更舒服的观感。要么怎么佳明和苹果它都有呢，就是蛮好的。然后导入路线目前还是非常顺畅的啊，就是可以很方便的直接下载对应地点的一个地貌图，也很快。可以直接蓝牙传输，这个需要 APP 保持在前台运行，也可以直接 WiFi 传，这也是蛮不错的。就是导航界面，我觉得可以再优化，目前放大缩小还不是很顺滑。再就是华美的离线语音控制，唤醒运动啥的也很便捷，不过就是需要比较特定的词语，这点也很不错。而运动识别这块也依然拿出来提一下，就是它还是非常积极的在记录我们日常的走动和骑行，都可以很快的识别到。而且如果你没有拒绝记录的话，它是可以自动帮你记录当前的一个运动，也会自动的结束，这点是挺好的。建议可以识别成低识别，不然真的太灵敏了。如果你怕打扰到自己的话，也可以把这个提醒给关掉，这样会更无感一点。而健康监测方面，我个人感知还是挺好的啊，心率、血氧、睡眠啥的也都挺不错的，功能也都非常的齐全，看得出来就是非常的均衡，就很 balance。然后我们聚焦到这次升级的这些点，也都是之前的一些痛点，像蓝宝石、扬声器、心率传感器都是很实在的升级，就整体来看就还是蛮不错的。而它的续航方面，我个人是习惯全开，然后气瓶显示也都是开着，在这样的状态下，它是有7天左右的续航，其中还有一趟时间不短的徒步，这个续航就还是 OK 的，应该不需要太操心。总结下来，目前我觉得它的优点有这些啊，就可以全开使用7天，这就意味着1周充1次电就可以了，然后非常积极的 AI 自动记录运动，就是运动列表，你一看就很让人开心。再就是徒步或者其他运动支持这个路线导航，红光模式，屏幕亮度也满足在阳光下的一个需求，也可以蓝牙通话，然后其他方面的健康监测也没有缺席，佩戴也还 OK， 表盘也蛮多的，就确实非常不错。当然也依然会有一些缺憾，虽然第三方数据同步已经有了蛮多，但 Keep 还是暂时缺席。再就是它不是手机厂商的一个东西啊，生态方面就没有那么多了，就仅仅作为一个运动健康的监测设备。希望我的这些视频可以帮助你了解这款手表，我也用它徒步、打乒乓球、跑步也都还不错。然后买过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来分享一些你的看法或者使用感受，这些反馈可以更好的帮助到后来的朋友，也会让咱们的视频更加的完整。也希望咱们这个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我会在这个评论区置顶放个链接，挣几块钱。最后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欢迎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